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0月5日，我是 Eric。经过一周的暴跌，今天的美股终于迎来了喘息的反弹。但是别以为这是简单的反弹，有的板块是情绪驱动的短线修复，有的公司是基本面驱动的实质性反弹，还有些消息则可能改变中长期格局。今天的视频里，我会把市场、行业、个股以及重要的新闻和潜在的风险都给你讲清楚。为什么 Lemonade 今天能涨34%？Robinhood 的财报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风险和机会？英伟达在欧洲的新动作对于整个 AI 的生态又意味着什么？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首先，我先来填一个坑。之前我们预告说会推出一个实盘节目，趁着这段时间的股市暴跌，我们也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建仓。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不定期向大家展示我们的收益表现。这个实盘节目的初衷并不是向大家推荐股票，或者展示我们有多厉害，更多的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特别是在股市暴跌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可能有人亏得比你更惨。所以请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投资，就当看个热闹，图一乐。之前的视频里说过，我们的投资会专注于 AI 和区块链两大方向。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初步持仓。首先是现金，占了约1/3。这部分的逻辑十分简单，防守与机会并重。当前的美债收益率依然维持在4%左右，现金不再是无收益资产，我们把它放在高利率的货币基金里，这可以给我们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也让我们在市场出现明显调整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加仓。换句话说，我们持有的现金是一个战略缓冲区。500 ETF SPYM 占了我们整个投资的约15%左右，它追踪的就是标普普尔500指数。但是和 SPY 不同， SPYM 的费率更低，只有0.03%，几乎是买美股市场最省钱的方式。这部分代表着我们对整个美国经济的被动看多，无论是能源、医疗、工业还是金融都有所覆盖。我们希望这部分在组合中起到市场贝塔的作用，使我们的投资跟随整个市场增长，而不是单押科技板块或者是芯片板块。纳斯达克100指数 ETF QQQ 约占我们投资组合的12%，它主要是持有美国市值最大的非金融科技股，前5大持仓包括微软、苹果、英伟达、亚马逊和 Meta。我们持有 QQQ 的原因是因为它代表了创新动能与盈利能力的结合，虽然它的估值并不便宜，但是纳指的盈利增速依然高于标普500。这部分是我们组合中的进攻核心。在 AI 与科技周期爆发的背景下，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投资纳斯达克来捕捉更高的增长弹性。接下来就是个股部分，谷歌依然是我们长期最看好的科技巨头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它的 AI 基础设施和广告护城河都极其稳定。YouTube 加搜索引擎外加云计算，这3大业务构成了谷歌的现金奶牛和增长引擎。我们认为市场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价它在 Gemini 模型和 AI 搜索重构后的潜力，这使得谷歌成为高确定性的成长股。微软是我们投资的另一只个股，相信微软就不需要我们做过多的介绍了。在 AI 浪潮中，它是最全面的受益者，既有 OpenAI 绑定的优势，也有云计算的壁垒。此外，微软通过 Office 全家桶，正在将 AI 商业化落地到最庞大的企业用户群体当中。在我们看来，微软是 AI 领域中最具稳定性的长期核心资产。英伟达则是整个 AI 算力周期的发动机，它的 GPU 垄断地位加上CUDA 生态的护城河，使它在未来2年中依然掌握绝对的定价权。虽然它的估值较高，但是它的现金流与毛利率足以支撑它当前的市值。我们持有英伟达的逻辑是因为它为 AI 提供了基础设施层。虽然英伟达股价的短期波动较大，但是它的中长期趋势非常明确。我们投资的另一只 ETF 是 IBIT， 它是 BlackRock 旗下的比特币现货 ETF。在机构化的环境下， IBIT 成为传统投资者配置数字资产的首选工具。我们把它视作另类资产对冲，逻辑也十分简单。在 AI 驱动的高算力时代，算力即价值，稀缺即溢价。同时，比特币对于对冲法币贬值与系统性风险的潜力，也是我们投资 IBIT 的重要动机。我们将 IBIT 投资的仓位控制在5%左右，不重仓，但是保持暴露。最后一个仓位则是 STCE， 这是由嘉信发行并且管理的区块链技术 ETF， 它不是那种直接买币的 ETF， 而是投资于一揽子在加密货币中具有实际业务或者与区块链生态深度相关的公司。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它包括 Coinbase、MicroStrategy、Block、
甚至像 PayPal 这样的公司，他们都在 Web3 数字支付或者去中心化基础设施上有所布局。投资这类 ETF 的思路实际上十分清晰，我们不想直接暴露在加密货币价格的剧烈波动中，但是又希望分享区块链长期发展的成长红利。STCE 就是一个加密生态的低波动入口，它在传统券商体系下交易，既能捕捉虚拟货币主题的上行弹性，又保存了较好的流动性和合规安全性。这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它是一个边缘创新仓位，配比不高，但是能够为整个组合添加一点未来成长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整体持仓，它的核心思想是三维平衡，通过纳斯达克 ETF、谷歌、微软、英伟达来提升我们投资的成长性，通过标普500指数投资来提升我们的投资广度，通过现金和区块链来提升我们投资的防守性与灵活性。这种选择在当下高利率、AI 红利、全球经济分散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投资组合，既能够参与到全球经济的增长浪潮当中，同时又能够保证一定的操作空间。展示完了我们的初步持仓布局，下面让我们回到今天的市场分析。我会先把宏观画面向大家呈现一遍。今天的三大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收涨，道指增幅为 0.5%， 纳指增幅为 0.65%， 标普的增幅约为 0.37%。在连续下跌一周之后，这样的修复属于有质感的反弹。在行业上，领涨的是互联网内容与信息，上涨约为 2%， 说明广告和内容消费相关的情绪在回暖。半导体设备与材料板块更猛，上涨约为 3.25%， 这得益于资金压住供给端和生产链。汽车制造行业则上涨 3%， 主要是受到特斯拉的带动。与此同时，加密资产小幅回落，比特币下跌约为 0.75%， 以太币下跌约为 0.57%， 避险资产黄金下跌约为 0.15%。 总体上来说，今天的市场情绪依然比较脆弱，结构性轮动明显，资金在 AI、互联网、汽车等热点领域与半导体供应链之间来回切换。有意思的是，行业的上涨并不等同于行业中龙头企业的上涨。英伟达股价今天下跌 1.75%， 微软股价今天下跌 1.39%， 两大科技巨头今天反而走弱。但是谷歌股价上涨 2.4%， Meta 股价上涨 3.8%， 表现不错，说明广告与搜索相关的需求端预期正在改善。在半导体行业里，博通和高通都有 2%到 3% 的上涨，显示出市场对于芯片公司在 5G 与汽车电子方面的订单依然抱有期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特斯拉今天上涨 4%， 带动整个汽车制造板块的情绪回升。这种个股分化、主题轮动正是当前市场的特征。大公司因为估值消息或者期望被压制，而成长性或者消息面强的公司则被资金追逐。今天最大的黑马是 Lemonade， 暴涨 34%。为什么呢？核心逻辑很简单，而且很漂亮。公司公布的第三季度营收全面优于预期，同时把全年营收指引上调，每股稀释亏损从去年的 0.95 美元收窄到 0.51 美元，亏损在收缩，增长在持续。更重要的是，市场开始把 AI 外加保险这件事情当成真实的盈利路径来估值，自动化核保、智能定价、风险建模，这些在投资者眼中看来是成本下降和毛利率提升的直接引擎，结果就是使得 Lemonade 的股价在短期内增长式上涨。但是需要提醒一下，这种增长通常是伴随着高波动性，能不能长期持有，要看 Lemonade 把 AI 工具变成稳定现金流的能力，不是单季度的惊喜。但是今天 Lemonade 的财报无疑给整个 AI 加传统行业的赛道带来了新的范式效应。市场总有两面性，在好消息的另一边，差消息也不少。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几宗典型的案例，有的公司因为财报不及预期被打回原形，例如 AI 贷款平台 Upstart 把全年营收指引下调，导致公司股价直接暴跌 44%。同时 Pinterest 盘前指引疲软，导致公司股价直接暴跌接近 19%。另外，诺和诺德季度利润下降 27%， 也使得公司股价下挫，说明收入增长并不等同于利润增长。生物制药、AI、初创、SaaS 的季报差异化越来越大，增长能够打动市场，但是盈利和指引的可持续性才是决定中长期估值的关键。今天的另一个重磅公司就是 Robinhood， 他们的营收和盈利都超过预期，但是在加密领域的收入虽然大幅增长，却不及分析师的预测。公司的 CFO 宣布辞职，这个消息复杂到足以让股价出现剧烈的盘后波动。
公司的具体财务数据分别为：营收为12.7亿，调整后的EBITDA为7.42亿，每股收益为0.61，净利润为5.56亿，月活用户为1380万。整体来看，Robinhood 的整体营收表现强劲，看起来公司从交易平台变成金融科技公司的叙事逻辑已经得到验证。公司的收入加密跃升300%，事件合约交易量爆发到230亿份，第三季度以来快速增长。Robinhood 一方面在使得公司的收入变得尽可能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在走一条风险化路线。它把娱乐化交易和金融服务合并到一个 App 里。虽然短期能够放大用户的参与和公司的营收，但是长期也会带来监管、合规和声誉风险。同时，今天公司的 CFO 辞职，虽然这属于常见的高层调整，但是在短期内会被市场解读为一种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总结一句话，就是 Robinhood 很成功的把散户生态做成了商业模式，但是它也在把自己的业务边界推得更宽、更灰。在风险和回报上，公司的经营风险与股价回报一起都有所上升。在企业软件与工具那边，3家企业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多邻国的第三季度收益为2.71亿美元，上涨约41%，活跃用户突破5000万。尽管公司给出的第四季度指引略为保守，但是用户规模和产品多样性都是公司的长期护城河。另一方面 Figma 第三季度的收入为2.7亿美元，盈利也远超预期，并且上调了全年指引。盘后股价涨超3%，说明 Figma 主推的 AI 功能在企业端的应用渗透效果显著。今天 Unity 股价出现了盘前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公司的营收以及指引好于预期。这证明了游戏引擎与实时 3D 工具在 AI 与元宇宙叙事中依然有可行的商业化路径。这类公司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AI 不只是大模型与芯片，好的产品与公司能把 AI 做成长期付费的企业级服务。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欣慰就是英伟达与德国电信决定在欧洲建立 AI 工厂。两家公司决定在慕尼黑部署上万颗高端 GPU， 目标是在短期内把德国的 AI 算力提升50%。这一事件影响深远。AI 竞争不仅仅是模型和算法，更多的是谁掌握了基础设施，谁就能提供规模化的推理服务。英伟达把算力拓展到欧洲市场，是在抢占基础设施的话语权，同时也是在回应美国之外市场对于本地化算力和合规的需求。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英伟达的护城河更强了，但是同时也需要警惕，算力扩张带来的资本开支、地缘政治与监管问题都会对公司的估值产生长远的影响。最后，别忽略宏观政治因素，美国政府停摆已经进入了第36天，这创造了有史以来的记录，这是个财政僵局。这个财政僵局如果持续，就会在年底前给股票市场造成流动性与情绪的双重压力。更重要的是，如果法院判定总统无权征收关税，那么关税政策将可能会被否定，反之则可能让贸易政策更具不确定性。这一消息对市场的影响是多层面的，跨国公司供应链、进出口价格、公司盈利都会被波及。换句话说，短线上我们看的是企业财报和行业轮动，从中长期来看，政治和政策的变化才可能是市场最大的变量。好的，最后我们来一个快速总结。今天的整体市场呈现结构性修复，而非全面牛市。市场给了 AI、内容与汽车板块短期的活力，但是同时也给了 Robinhood 这类新金融公司一次证明其商业模式的窗口。但是监管与合规风险并未消失。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是中长期投资者，你需要关注以下3条主线：一是 AI 基础设施与算力的扩张；2是 AI 产品化的推行进度；3是金融科技与散户生态的可持续性。短期交易者可以借助于行业轮动做波段，但是请务必设置好止损。最后一句话送给你：市场会给你机会，但是也会给你教训。作为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会分辨噪音与信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但是通俗的美股复盘，请你为视频点一个赞，并且关注一下我的频道。我会把重要的财报信息和美股大事件都做成视频与你分享。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想看哪只股票的深度拆解。我是 Eric，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